美眉们，你们魔鬼又来喽！我可能是少数能从李佳琦直播间全身而退的女人了。你是魔鬼吗？逛过李佳琦直播间的人是怎样一步一步失去理智的？而为什么说预售制就像个渣男？你绝对想不到这一个个购物场景中暗藏了多少个消费心理学。看完以后你会露出姨母笑。男人的海澜之家，女人的李佳琦，直播间就是年轻人的电视购物，一个主播，一个助理，以及背后的运营团队就可以创造销售神话。而直播的本质就是让你冲动消费，在最短的时间内创造最高的销量。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波操作到底骚不骚。场景一，不但限时上架，还限时下架。皮卡丘官方授权，全球限量1万个，还要给你来个倒计时。5、4，高亢的情绪让你误以为今天过节吗？今天直播间全网最低价。淘宝主播的每一次的语调都是高亢的，倒数也是为了增加你的紧迫感。顺便还要问一下小助理好不好看。这些都是现场热度，给你感官刺激，而限时的特价让你没有办法冷静思考，一一比价。所以这波操作纷纷击中你的要害，让你有一种错过今天再等1年的感觉。这种唤起的就是稀缺性冲动，经久不衰，屡试不爽。购买的冲动就是一种本能。在旧石器时代的时候，人类靠狩猎和采集为生，只要他们在野外看到任何有利于生存的东西，他们都会囤起来，即便暂时用不上。这种稀缺感就是写在我们基因里的，因为人们会担心一旦错过，可能就再也遇不见这样的东西了。只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改变了。场景2，他会一直弹窗给你优惠券。天哪，不买我就亏了呀！即便你不需要，这么多人买，我也要买。即便你不需要，本来你是打算进来买支口红，结果最后买了口红、零食、取暖器、电炒锅。即便你不需要，除了打折，还有买2送1。天哪，这简直就是不要钱啊！同样一份商品，它并不需要自降身价，各种小赠品就会让你有物超所值的感觉，直击你的小心脏。这谁顶得住啊？如果你不买，人就会有一种损失厌恶。人们对损失的敏感程度要大于对获得的敏感程度，损失时的痛苦会大大超过获得时的快感。你损失10块钱的痛苦，可能需要获得20块钱才能弥补。今天既然来了，就是缘分。还有一个就是从众心理，全国各地的 ID 都在刷买它买它，今天有没有娇兰？今天有没有雅诗兰黛？今天有没有 Fenty Beauty？ 而那个显示某某某正在购买，某某某关注了主播，评论区呢又一直在说快点上架。可能你只是进来随便看看，但是却买了一堆没打算买的东西。从众心理也叫做羊群效应，简单来说就是跟风，是指个人的观念与行为由于群体的压力或者是引导而向多数人相一致的方向而变化的现象。哎，不管这么多了，买它就完了。还有一种就是 KOL 的权威感。你以为只有老年人相信专家吗？ KOL 就是意见领袖，它相当于就是年轻人的专家，尤其像李佳琦这种能够做专业的试色和讲解的人。Oh my god， 这只皮卡丘真的可爱到死掉！哇哦，够大够黄，哪个女生家里放一只，连空气都是可爱的。这就是一种权威感，以及每一句强势又确定的语气。美眉们，听我的，买它，都在告诉你，跟着买就对了，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不过值得敬佩的是，他确实做到了足够的专业以及真诚，相信这也是大家喜欢他的原因。讲完直播，我们再来讲预售制。预售制就是个渣男，让你欲罢不能。为什么双11预售都要让你付定金？卖房卖车的销售人员都会努力的让你尽量多付定金。为什么？因为这些全都是你将来的沉没成本。沉没成本就是当人在做决定的时候，不仅会考虑做完这个决定之后要花掉多少，还会考虑自己在之前已经投入的那部分成本。定金是如此，渣男也是如此。我此处举例，没有绝对性。你会发现，当一个女生在男生身边时间越长，付出的代价越多，那么即便她身边所有的人都告诉她这个男生不合适不好，或者她自己也知道这个男生不合适不好，她也不会离开这个人。我今天在他身上已经花了886天了，现在来分手太不划算了，因为这些已经付出的时间、精力、金钱就是他的沉没成本。沉没成本就是你的执念。而每年双11还有极其复杂的红包规则，还有优惠券的游戏，你需要在上面花很多时间和精力，而这些就是你的沉没成本。而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叫做沉没成本不是成本。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如果人是理性的，那就不该在做决策的时候考虑你的沉没成本。典型的例子就是当你去看电影，然后发现电影不好看，但是一般你还是会选择看完。可是经济学家可能就不会了，因为我们所有人都会有损失厌恶啊。大部分人做决策的时候一定会考虑到沉没成本。如何让自己不掉入到这种容易被牵制的情况呢？其实这主要取决于你认为你的时间值多少钱。35块钱的电影票如果不好看，虽然浪费了这35块钱，
但是你为你自己节省出来的时间，给你带来的效益，可能远远不止这35块钱。所以这种时候你就不会在意这张电影票。而如果你在抢红包跟优惠券上花费的时间精力是小于你时间价值的，那就没有必要去付出这个时间。所以付定金的时候要谨慎，因为很容易被牵制住。比如说买房买车，一般他们的定金金额都会比较大，所以即便是中途后悔不想买了，但是其实后面实际上还是会把尾款付掉。总结一下，消费场景会变，但是其中的套路从来没有变过。稀缺、从众、损失、厌恶以及沉没成本，这些都是在消费行为中商家屡试不爽的策略。但是购物本身对于每个人来说意义不同，它可以疏解压力、缓解焦虑，让人有开心和满足感。反正也没有比钱包见底更能让你清醒的了。如果你做不到用现金支付，或者是删除淘宝，拒绝社交网络的诱惑，或者找个其他爱好，你是很难省下钱的。所以大家还是买的开心一点好。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内容，记得给我3连，请也和我一起保持好奇。我们下次再见，拜。我就是皮卡丘全球带货王。